这是一列极其诡异的列车，没有乘客，没有驾驶员，慢慢的在轨道上滑行。到站后，车门没有打开，几个工作人员急忙上前查看情况。触目惊心的一幕让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车厢里不断渗出鲜血，无数的尸体堆积成山，恶臭漫天。这时，另一辆火车开动了。车上的老医生好奇地看了一眼，不过车太快，他没有看到里面的惨状。这注定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。车内鱼龙混杂，车外垃圾遍地，乱世之下民不聊生，又恰好赶上饥荒。这年头，耗子都比人过得滋润。乘客们有说有笑。突然，一阵诡异的响动从车厢顶部传来，渐渐的声响越来越大，有人烦得受不了了。循着声响用拐杖捅了一下，一瞬间不得了，大量的老鼠从天而降，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短短几秒钟，一个大活人被吞没，乘客们争相逃窜。当老医生赶到车厢时，车厢里的乘客几乎死绝。老医生心惊胆战地穿过鼠群，来到了隔壁的车厢，锁住箱门后，拼命地劝这些人赶紧跑路，老鼠军团来吃人了。但这些人根本不信，反而嘲笑老医生胆小。乘客们哄堂大笑，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一个被老鼠咬伤的人冲进了车厢，不到半秒，男人就倒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他的衣服内还有老鼠在蠕动。当大家意识到危险来临时，已为时已晚。车厢的另一侧，鼠群如潮水般涌来。前一刻还在哈哈大笑的男人，瞬间被老鼠扑倒，爬都爬不起来。狭窄的车厢里，人们发疯逃跑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人们肆意踩踏。同时，在他们的头顶还有成千上万只老鼠正在寻觅着食物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这些活生生的人类就是最好的美味。鼠群从列车尾部逐渐往中部扩散，很多人都来不及逃离，葬身鼠口。这时，光头男勇敢地站了出来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车厢门。关门前能多救一个是一个，可老鼠的速度实在太快，要救的最后一个男人还是被扑倒。光头男只好赶紧关门，他要舍己为人。但车厢内的乘客却不这么想，他们关死了另一侧的车厢大门。老医生等人被困在了中间，现在几人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没办法，老医生几人只能爬上车顶。鼠群来势汹汹，他们很快攻破了第一道防线。老医生慌了，赶紧催促光头男把他拉下去。老医生虽然逃到了车顶，但最后一人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无尽的鼠群吞没了他。成群的老鼠有多可怕，看看这个男人就知道了。几乎是一瞬间，男人便已经成为了老鼠的盘中餐。为了自保，这群人狠心切断了和其他车厢的连接，他们要将那群老鼠挡在车厢之外。幸存的乘客们不停地呼喊，因为在车厢的另一边还有他们的家人在苦苦地挣扎。可胡子男管不了那么多，他只在乎自己的命。胡子男勒令手下切断了车厢之间的连接。就在车厢断开的那一刻，顶部的老医生抱着孩子跳到了尾部。光头男的及时伸手保住了他和孩子的性命。老医生几人来到了幸存者的车厢内，这里的气氛非常的压抑，因为大部分的乘客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。人群中，一个被老鼠咬伤的人突然倒地，女医生一眼就判断出这是一种伊尔森菌传染病，必须立刻隔离。他让众人相互检查，很快不少人都发现自己也被老鼠咬过了。恐慌的情绪弥漫在车厢里。这时老医生提出，在前面的洋人医院里有治疗这种传染病的特效药。光头哥主动请缨打头阵，一群人来到了医院所在的镇子，才发现这里已经是人间炼狱，到处破败不堪，大批量的尸体倒在路边，恶臭的气味令人作呕。众人踩过尸体来到了医院前的巷子，没想到在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只的老鼠，老鼠一直躲在医院里。老医生发现这群老鼠怕光，他们不敢走出巷子，这也给了几人机会。在老医生的带领下，众人走起了偏路，他们一个个扒着水管，小心翼翼地从老鼠头顶走过。期间，随行的一人失手不小心掉了下去，很快成群结队的老鼠便将那人吞没，连渣都没剩下。看到这一幕的几人心惊肉跳，他们的双腿都忍不住打颤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时的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阳光很快便被密集的乌云遮盖。失去光芒的束缚，这群老鼠个个都陷入了狂暴的状态。他们堆积在一起，朝着头顶的众人发动了攻势。率先爬过去的大女儿推倒了木箱，暂时阻止了鼠群的推进。其余几人则赶紧跳了下去，拼了命地往医院赶。只要跑进医院，他们就安全了。光头男的手下在门口撞了半天，最后才发现这大门是拉的。几人冲进了屋内后，光头男用手榴弹做掩护，打退了鼠群的进攻。老医生没想到，在医院里竟然还有活人。一个自称是仓库管理员的男人带着众人来到了地下室，这里尸骸遍野，众人每走一步都胆战心惊。更可怕的是，前方的道路上遍布着老鼠，
他们在无意中闯入了老鼠的大本营。这是极其壮观的一幕，成千上万的老鼠聚集在巢穴当中，想要拿到上面的特效药，就必须从老鼠堆里爬出去。老医生主动请缨，用铝锅装满了药物，然而他下楼的时候却不小心一脚踩空，这下的动静很大，几乎是一瞬间，所有的老鼠蜂拥而至，如同乌云一般的老鼠从顶落下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头皮发麻，没了火把的几人只能仓皇逃命。几人有惊无险地逃出了医院，赶回了火车站。然而火车站里已经是满地尸体了，鼠群袭击了这里。此时天空中的乌云再度堆积，漫山遍野的老鼠正朝这边袭来。上车的老医生被胡子哥击倒，对方抢走了特效药，打算远走高飞。光头男见状，立刻和胡子哥厮打在一起。老鼠越来越近，受伤的光头男将药箱抛向了老医生。鼠群已经来了，胡子哥捏着抢来的一瓶药剂，爬到死去多时的儿子身旁。儿子咱有药了。赶来的鼠群迅速将两人吞没，老医生奋力爬上了火车，但光头男就没有那么好运了。腿部受伤的他已经无力再奔跑，光头男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。在这种时刻，他选择站着死。火车上，老医生给被咬伤的乘客们注射了特效药，但这时火车却停了下来。原来是前面的一节车厢挡住了火车的去路，老医生想让众人下车推开，然而众人却无动于衷。经历过生死的他们早已经放弃了挣扎，无奈之下的老医生只能独自下车，试图移动车厢。二女儿来帮忙，可两人的力气又怎么能推得动这么大的车厢呢？而此时乌压压的鼠群从地平线涌来，仿佛要将整片大地吞没。最后还是大女儿声泪俱下的话语劝服了众人，陆续加入了推车的队列。只有一个人没有行动，他是一个土匪，一生作恶多端，这辈子最怕死的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他全身绑满炸药，来到田地，和鼠群同归于尽。胆小哥的壮举为众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车厢被推离了轨道。但很快列车员就发现轨道的道卡没有被打开，如果继续开下去，列车将会走向死路。这时老医生勇敢地站了出来，他扳倒道卡，让轨道归位。可老医生发现，只要自己一松手，道卡又会回归原位。怎么办呢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老医生死死拉住道卡，等火车顺利通过后，老医生拼了命追赶。但他一个老人怎么可能追得上火车呢？鼠群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知道在劫难逃的老医生一边跑一边叮嘱两个女儿要好好的活着。最后慢慢停下了脚步，挥挥手表达了告别。女儿们悲痛欲绝，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鼠群吞没。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《釜山行》，只是丧尸改成了老鼠。抛开剧情方面的槽点，这部电影拍的其实还可以，整体的节奏感和氛围营造的都很不错，尤其是那漫山遍野的鼠群特效，让密集恐惧症的人不寒而栗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